从横山岭隧道登山口起登，马上映入眼帘的便是这片一望无际、看不到尽头般的岩面陡坡。一路向上，这片岩壁攀登起来，有点像是台北金面山大岩壁的感觉。不过因为处于高海拔以及沿路树荫遮蔽的关系，这里不会像金面山那样的曝晒，爬起来是很舒服的。一路上，特别是在一些路径不是很明显的地方，会看到一些之前热心山友们所留下来的箭头标示，加上路线单纯少岔路，因此只要顺着箭头方向走，基本上不大会迷路。过了一开始的大片岩壁之后，地面慢慢变成这片落叶陡坡，踩起来很舒服，只是坡度还在，因此还是只能慢慢的往上走，速度快不起来。一路上我也察觉自己身体状况已有好转，不会像上次上来的时候爬得那么喘了。去年走到这我就已经喘到不行了，现在只有心跳变快而已，是没有呼吸不顺的那种感觉。然后继续往上走。这边开始出现绳索，可以协助攀爬。不过由于坡度不陡的关系，其实被使用率没有那么高。回想起去年来的时候，这一段真的是每走3步就要停下来喘一下。这次还可以一边拍摄，一边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感觉非常惬意。落叶铺成的缓坡持续延续着，不过远方已经可以看到树林的尽头，天空的留白处也越来越接近了。而这次特别的是，下午2点才开始起灯，因为这次的目标是希望能看到传说中的日落云海大景。上次光走这一段我就花了半小时了，这次在10几分钟之内吧就上来了，而且只有心跳变快，没有那种喘不过气的感觉。好了，身体有慢慢恢复，不错。接下来就是一路平坦啊。缓坡之后便是平缓的林道，这时候太阳也慢慢从云缝中露出脸来，金黄色的光线透过绿色树叶的缝隙洒落地面，非常的漂亮。
一条路，刚从这个横岭山隧道口上来，比较多那种岩石啊。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有厕所那边大雪山林道，然后接上往冤嘴山走1K， 不长，应该蛮快的。Go。一路平坦之后，又开始一点小的上坡。沿路上又开始出现许多各种颜色的箭头指引，不过出现的太过频繁，许多地方好像确实有种多此一举的感觉。凉亭的，这不是凉亭，平台。开1个小时才上来，对，1个小时，对，那不用买。那个小山镇刚好，会转。对，但是就要花应该半小时之内。从登山口起登。缓步向上，大约花了35分钟，到了这个观景平台。我在这边遇到了2位大哥，同样也是为了要等日落，而在这边稍作休息。我也在这边第一次休息，喘口气，喝口水，调整了一下心情，准备继续往上面走。离开平台，迎接我的是眼前这样大小岩石散落各处的山境景象。沿着这些大石头沿路跳跃而上，其实是蛮有趣的登山体验。我觉得这里比较大型的金面山。接下来又是一连串的向上缓坡临近。眨眼间进入峭壁前的最后休息凉亭，便就在咫尺之遥了。在凉亭稍作休息片刻之后，继续前行，便是通往这次旅行中最刺激的山崖岩壁路段。危险区域，小心通过。
进入林线区，大约攀爬了4-5分钟之后，便可以看到一个长直梯子耸立在眼前。基本上路线只有一条，便是跟随着绳子不断地向上攀爬。不过有些看似困难的路径，便如同无聊间般，其实旁边都应该还有更容易的路线可以绕道而过。因此攀爬时千万不要勉强与急躁，安全第一，慢慢谨慎选路而上。一直往上爬，直到一块裸露的平台，回头俯望，才发现已身在陡峭的绝壁半山腰之上，眼前只有继续前进，没有退路。由于在攀爬中边摄影，需要空出一只手来拿自拍杆，因此在选路与重心控制上便要更加倍谨慎，尤其严禁贪快与耍帅冒险，否则一不留神便会发生危险。以单手攀爬的状态来比较剑龙林与鸢嘴山，由于剑龙林大部分的危险路段都还可以用单手斜撑身体于山壁的方式通过，因此我觉得鸢嘴山攀爬路段的平均难度反而大于剑龙林，但同样还是要小心攀爬，安全第一。或许下次来便不需要一边拍摄，能空出双手，尽情悠闲享受攀爬的乐趣了。鸢嘴山因为位处2000多公尺的高度，因此无论是地理景观还是动植物生态，都与一般郊山的景色有所不同。加上高海拔的关系，
气温也相对于凉爽，少了那些一停下来休息就围过来的蚊子与小黑蚊，让我在整个爬山的过程中能尽情专心感受大自然的氛围。尤其我特别喜爱这种中高海拔环境里所生长的树木，组成简单有型，一点都不枯燥。来到这边，发现一不小心自己竟走到跟别人不同的路径上，从上方俯瞰下面其他山友的身影，自己只能一边试探，一边慢慢地寻找安全路径前行。来到这边，已经看到鸢嘴山的山顶就在眼前了。这趟鸢嘴山之行，是我经历高山症与确诊康复之后，再次挑战自我的疗愈之旅。尽管体力大不如前，速度也变慢，但只要肯前进，就还是会一点一点的进步，离目标越来越近。经历2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到达了山顶。耐心等候下，我们终于得偿夙愿，见证到这鸢嘴山著名的